别人穿越，行掌天下权，醉卧美人膝。我倒好，刚落地就被当采花贼，还穿着裤衩被追杀。淫贼，再跑我真砍你了！我操！别人穿越不是王侯将相，就是绝世高手，再不济，给个系统也行啊。老子倒好，开局裸奔，身材还行，就是穷得太彻底。有姑娘！啊！我操！救人剧情，这我熟啊！小姐，快住别人上，他们会水！我去，这水怎么这么深？姑娘，你再抱这么紧，咱俩今晚就得一起投胎了。还挺听劝，别慌，先活着上岸。大胆淫贼，竟敢夜闯别院，还敢轻薄我家小姐！不是，我刚救完人啊，大姐，你们古代人都这么恩将仇报的吗？闭嘴！你若不是淫贼，为何只穿一条裤子？不要脸，当徒子！小姐方才都被他抱了。什么叫我抱他？明明是他抱我！还敢狡辩！古代真出美女啊！你是谁？我现在说我是路过的，你信吗？放屁！谁家路过能路过到小姐院池里来？其实吧，我这个人方向感不太好，尤其晚上，经常容易迷失在人生道路上。小姐，这淫贼还敢胡言乱语，我一剑杀了他！等等，小姐，方才是你救了我。天地良心，我这人别的不行，助人为乐这方面一向很有口碑。不要脸的人我见多了，像你这么不要脸的我还是第一次见。姑娘，你这么夸我，我会骄傲的。你转过去。看都看完了，现在转是不是有点晚？小姐，出什么事了？拿下他，保护小姐！等等，误会，真的是误会。我操！你们古代人能不能讲点道理？站住！站住！休跑！淫贼休跑！站住！别让他跑了！别人穿越，行掌天下权，醉卧美人膝。我倒好，刚落地就被当采花贼，还穿着裤衩被追杀。抓住他！姑娘，你是不是看上我了？不然你怎么老追着我不放？我杀了你！我操！这穿越体验真鸡巴刺激。造孽啊！别人穿越开封侯拜相，我穿越开局挂树上展览。姑娘，你这手艺不错啊，容易影响血脉流通，尤其我这种还没娶媳妇的优秀青年，万一勒坏了，以后谁负责？无耻！姑娘，冷静，别打我。你再胡说八道，我就割了你的舌头！姓名？林渊。哪里人？江宁人士。家住何处？鬼知道原主住哪里。答不上来。姑娘，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我昨日夜里遭逢大难，醒来后便记不清许多事了。装失忆？姑娘，你这话就不对了。我若真想装，为什么不装个富贵公子，非要装一个穿裤衩挂树上的倒霉蛋？昨夜你为何会出现在我苏府别院？我说是天意，你信吗？休要油腔滑笑，你可知我是谁？哼，江宁府第一才女，也是当朝定远侯的外甥女。你昨夜轻薄小姐，按律该打断双腿，送官查办。现在知道怕了？怕。现在求饶已经晚了。我不是怕死，我是怕你们苏家眼神不好。什么意思？救命之恩被说成轻薄，正人君子被说成采花，如此黑白不分，是非颠倒。青竹，你的意思是，我苏家冤枉了你？冤不冤枉，其实小姐心里最清楚。昨夜你落水，旁人惊慌失措，若不是我跳下去，你现在还能站在这里审我？你会水？读过书？略懂。会武功？这个真不懂。那你昨夜为什么跑那么快？废话，你拿剑砍我，我不跑难道站着等你夸我英俊？能逗笑。
就有活路。苏小姐，我知道我昨夜出现的鬼怪，也知道你们怀疑我正常，但我救人是真的，没有害你也是真的。你若觉得我有罪，送官便是。可你若让我一个救命恩人光着身子吊在树上，传出去，别人笑的可不只是我，也会笑苏家不懂礼数。你别听他狡辩，这种登徒子最会装哭。你若真会装，更应该现在装哭。可你看我哭了吗？你还挺骄傲。男人流血不流泪，当然，要是你再绑紧点儿，也不是不能商量。小姐，你看他，放他下来。小姐，他昨夜救了我，此事是真。既然尚无证据证明他心怀不轨，便不能如此处置。多谢苏小姐不杀之恩。你也别高兴得太早，你身份不明，暂时不能离开苏府。你以后留在苏府做杂役，等查清身份，再决定怎么处置你。杂役？我不愿意？包吃包住吗？我这人要求不高，一日3餐，最好有肉，住处不用太大，能遮风挡雨就行。当然，要是离苏小姐近一点，我也不是不能接受。你做梦！唉，明明落魄的连衣服都没有，明明刚才还被吊在树上，可他身上偏偏没有半点卑微，无赖却不下流，轻浮却又有分寸，这种人从未见过。青竹，带他去柴房。柴房？怎么，不是要包吃包住吗？苏小姐，我好歹也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住柴房是不是有点寒酸？你若不愿，可以继续吊着。柴房好啊，安静有格调。古往今来，多少英雄豪杰都是从柴房开始崛起的。我看你是从柴房开始做梦。林渊，在。你最好不要骗我。苏小姐放心，我这人虽然嘴不正经，但命还是挺正经的。姑娘，我错了，真错了。走不走？走走走。柴房在哪边？开局挂树上展览，现在睡柴房当杂役。我这穿越剧本到底谁写的？不过那位苏小姐有点意思。青竹姑娘，闭嘴。我就是想问问，柴房离这儿远不远？你看我这身打扮，万一走到半路冻出个好歹，你不好跟你家小姐交代。冻死最好。那不行，我冻死了，你少个冤家，日子有多枯燥。你放心，府里不缺你一个杂役。可府里缺一个能把你成这样的杂役。到了。就这？怎么，不是要包吃包住吗？好地方，清静通风，还自带柴火。等冬天到了，我烧炕都不用跟谁打招呼。你先活到冬天再说。天亮后自有人送饭来，别乱跑，跑一次打断一条腿。穿越第2天，从树上展览升级成柴房长期足客，这履历就算写进穿越史上也是独一份。这位苏大小姐有点意思，明明嘴硬心软，偏偏要装出一副生人勿近的模样。不过也对，这年头女人太容易被看透，可不是什么好事。林渊，林渊，长得帅果然是一种负担。哼，都快饿死了，还不忘臭美。姑娘，小生林渊，敢问芳名？谁是姑娘？我叫小桃。白白嫩嫩，看起来就很好吃。你这登徒子！我说的是桃子，你想到哪里去了？难怪青竹姐姐说你不是好人。赶紧穿好，待会儿去前院劈柴。劈柴？对，你现在是苏府杂役，当然要干活。姑娘，你见过这么英俊的杂役吗？小姐说了，你身份不明，不能白养着你。这就是苏府的伙食。杂役都吃这个呀？怪不得你们府上的下人都瘦，长期营养不良。小桃，带我去厨房。你谁呀？刘婶儿，她是新来的杂役。厨房种地，杂役乱跑什么？刘婶儿，我来帮你们提升伙食水平。啥？这是什么菜？红烧肉，尝尝。好吃！我的天，怎么会这么香？太香了！这是猪肉，我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。你们在做什么？小姐，你快尝尝，林渊做的菜特别好吃。你还会做菜？没办法，像我这种完美男人，会的东西总是比较多。苏小姐，赏脸尝尝。小姐，好吃吗？尚可。苏小姐，你这嘴是真硬啊！明明好吃的眼睛都亮了，还非说尚可。
果然是个登徒子。这道菜你从哪儿学？祖传秘方。你不是失忆了吗？有些东西会忘，但刻在骨子里的本事不会。比如做菜，比如英俊。只要给我食材，我能让你们苏府的饭桌直接领先大前100年。从今日起，你留在厨房帮忙。小姐，苏小姐英明，你终于发现了我这颗蒙尘的夜明珠。我看是臭石头。你对我敌意这么大，是不是因为喜欢我？放屁！林渊，君子动口不动手。我本来就不是君子，那你温柔点。我砍死你！一个来路不明却什么都会的杂役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小爷前世好歹也是新时代青年，现在居然沦落成伙夫，命运真他妈奇妙。伙夫怎么啦？刘婶都说你厉害呢。小桃，你不懂，男人最重要的是什么？银子。肤浅，是自由。可是你现在被关在苏府呀。快！柳公子又来见小姐了。柳文燕，江宁府有名的大才子，而且特别喜欢我们家小姐。谁？情敌？什么情敌呀？小姐又不喜欢你。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有没有热闹看。这就柳文看也不咋地啊。人家可是江宁第一才子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。巧了，我也是。你就会吹。月落江亭晚风寒，美人独立倚栏杆。写的真好。这也叫好？这还不好？大前文坛要完。清月，你觉得如何？一般。完了，这货又开始作死了。你是何人？苏府厨子，一个厨子也懂诗，略懂。那你倒说说，我这诗哪里一般？怎么说呢？你这诗像白开水，什么意思？没毒，但也没味儿。那你有何高见？这画面值得一首诗：云想衣裳花想容，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云想衣裳花想容，这诗太美了。好美！林公子居然真的会作诗。林渊，你真的是才子呀！我早说了，你们非不信。这首诗，云泥之别，我居然被一个厨子比下去了。此诗真是你所作？废话，不然是你做的。好诗。苏小姐喜欢。原来你也会害羞啊。轻浮。我这是坦率，会作诗又如何？不是靠攀附高门的。刘公子，你知道人与人最大的差距是什么吗？什么？是脑子。你放肆！柳公子别激动，气大伤身，尤其你这种小心眼的人容易短命。你，公子，你没事吧？快拿凉水来！刘公子，你可要小心啊，烫坏了可是个大麻烦。林渊，你欺人太甚！做人不能不识好人心。清月，此人言语粗鄙，毫无教养，你苏府怎会留这种人在府中？好了，林渊是我苏府的人，方才言语虽有不妥，但也并无恶意。今日之事到此为止吧。既然清月都这么说了，在下自然不会计较。你今日不该得罪柳文燕。怎么？他很厉害？柳家4大世家之一，柳文燕本人也是江宁有名的才子，在士林颇有名气。你羞辱了他，他不会善罢甘休。苏小姐，你这是在关心我？你想多了。懂了，嘴硬。苏小姐，你不会真喜欢上我了吧？胡言乱语。那你为何总偷偷看我？我何时偷看你了？唉，昨夜在回廊，今天在厨房，还有刚刚，你以为我没发现？你少自作多情。苏小姐，你害羞的时候挺好看的。青竹姐姐好厉害，以后谁敢娶她呀？估计天天挨打。剑不错，欣赏美景。少油嘴滑舌。唉，你对我偏见太深。其实我这人很专一的。专一？你见谁都调戏？那不叫调戏，那叫雨露均沾。青竹，你练武多久了？关你什么事？好奇。10年。难怪不大。林渊，我今天一定杀了你！姑娘，忠言逆耳啊！你还说？你
你给我站住！有本事别跑，我砍死你！腿短追不上怪我了。你给我站住！姑娘，你冷静点，我只是说了实话。你还说，砍死你！自从这个男人出现后，苏府可能再也安静不了了。妈的，别人穿越都是锦衣玉食，我穿越每天闻着香味睡柴屋，这合理吗？姑娘，大清早闯男人房间，你想干什么？小姐叫你过去。他不会终于发现自己爱上我了吧？你再胡说一句试试。走。其实我也挺想小姐的。妈的，古代真养人，这要放现代，高低得是个千万分女神。小姐，这么早叫我来，是不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？你能不能闭嘴？昨日你做的菜，老太君很喜欢。老太君？我祖母。今日午宴由你负责。涨工资吗？你现在没有工钱。苏小姐，你这种行为在我们那里叫非法压榨劳动人民。若午宴办得好，我可以考虑给你换住处。真的假的？那我要单人间。什么是单人间？就是一个人住，最好再带个院子，离你近一点。你做梦！我发现你对我意见特别大。因为你不要脸。这刀工，这火候，这小子到底什么来路？刘婶儿，我觉得他比府里的厨子都厉害。林公子，今天真门体吧？老太君的嘴可刁了。放心，有我在，今天直接让老太君打开新世界的大门。林公子切菜都好厉害，你看那刀法真绝呀！对，而且林渊写诗也特别厉害。他还会写诗？真的假的？那不是大才子吗？低调。其实我这个人最讨厌别人夸我，因为容易让我骄傲。哪个是林渊？周嬷嬷，您怎么亲自来厨房了？是老太君身边的周嬷嬷。我就是。老太君想见你。现在？林公子，你是不是闯祸了？放心，像我这种优秀青年，老人家一般都很喜欢。晚辈林渊见过老太君。模样倒是生得不错，还是老太君有眼光。听说昨日那红烧肉是你做的？是。还有别的本事？会一点诗词，会一点做菜，还会一点讨姑娘欢心。有趣，倒是比那些死读书的顺眼多了。清月性子冷，这些年府里也没什么热闹，你来了之后倒是热闹不少。那说明我旺宅。我听说你还会作诗。老太君，他昨日还把柳公子气跑了。柳家那位柳文燕，柳家那小子被当众碾压，柳文燕面色铁青，拂袖而去。好，气得好！柳家那小子平日眼高于顶，我早看他不顺眼了。老太太性情中人啊。林渊，你可愿留在苏府？包吃包住吗？包，顿顿有肉。那晚辈愿为苏府鞠躬尽瘁。清月啊，你身边倒是很久没出现这么有意思的人了。祖母，您别乱说，我可什么都没说。
苏小姐，你脸红了。闭嘴！唉，果然，女人害羞的时候都喜欢凶人。林渊，你是不是想死？不想，我还年轻，而且我总觉得苏小姐最近看我的眼神越来越不对劲了。哪里不对劲？想缠我身子。林渊，你再胡说一句试试。苏小姐，你别激动，脸红说明气血好，对身体有益。今天一定砍了你！老太君救命！你家护卫要谋杀未来姑爷了！你还敢说？人生啊，果然还是吃饭最重要。林公子，这是给老太君的。放心，少一块看不出来。看不出来什么？我说，少一块葱花看不出来。你觉得我信吗？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是信任，而你最缺的就是可信。我操，我的锅！完了，糊了！这是给老太君的菜啊！都别慌，问题不大。这还能救下来？优秀的人通常都有补救能力。菜是好菜，不过今日既然有柳公子在，不如也来点文雅之诗。那在下便献丑了。今日有酒有景，不如以春为题作诗如何？有趣，那便玩玩。春风拂柳入江城，满院花开鸟自鸣。若得佳人常作伴，不羡人间万两金。不愧是柳公子，好诗确实有料啊！春风拂柳果然雅致，江宁第一才子，名不虚传。又是佳人，柳公子，你脑子里除了女人就没别的了？你什么意思？作诗嘛，格局要大，别老围着姑娘转，显得没出息。那林公子有何高见？等闲识得东风面，万紫千红总是春。好诗，绝妙！尤其最后一句“万紫千红总是春”太绝了。此诗一出，江宁春诗再无人能出其右。林公子今年20有几了？回老太君，晚辈虚度20有3。你们俩呀，看着就挺般配的，郎才女貌，挺好。老太君，婚姻大事岂能如此儿戏？老身不过开句玩笑，柳公子激动什么？老太君有眼光啊！苏小姐，你怎么不说话？我为什么要说话？这种时候，女孩子一般都会害羞，尤其面对像我这么优秀的男人。多吃点，你太瘦了。你平时都这么轻浮吗？对不喜欢的人，我懒得说话。苏小姐，何事？你今天是不是偷偷看我很多次？没有。女人果然都喜欢口是心非。我说了没有？那你耳朵为什么红了？你故意的。苏小姐，你这样真的很像被我说中了。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去。穿越这种事儿太离谱了。你在上面干什么？下来，危险。苏小姐，你这是关心我？我是怕你摔死在苏府，晦气。嘴真硬。我操！苏小姐，你不会真缠我身子吧？你这个登徒子！苏小姐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大
大小姐打人的力道明显收了至少70%。滚！谁让你胡说八道？苏小姐，你居然打我！我就知道，女人一旦被说中心事，就容易恼羞成怒。林渊，你若再敢胡言，我真把你赶出苏府。那不行，我现在已经把这里当家了。谁允许你把这里当家了？苏小姐，你发现没有？你最近跟我说的话越来越多。夜深了，我回去了。苏小姐，又怎么了？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没把我赶出去。早点休息。这姑娘快沦陷了啊！怎么了？一大早都绷着脸。你还有心情睡觉？刘家来人了，送钱来了，是来找麻烦的。昨天宴席后，你那2首诗传遍江宁，尤其那首《春日》，惊动了不少文人。柳文燕不服，到处说你只是个粗鄙厨子，还说诗是你抄来的。刘家今天直接送请帖，邀苏家3日后去江宁诗会，还点名让林公子也去。他们就是想在诗会上当众拆穿你，让苏府一起丢脸。太坏了，明明是林公子自己写的。可问题是，没人信一个厨子能写出那种诗。就这？你不怕？青竹姑娘，你什么时候见我怕过？再说了，装这种事儿，我其实挺擅长。你真是狂得离谱。走，看看老太君有没有备早饭。柳家这是故意针对。哼，柳家那小子心胸本就狭窄，昨日丢了面子，今日自然想找回来。可诗会之上，江宁名士极多，若林渊输了，丢的不只是他一个人的脸。清月，你不觉得那小子很邪门吗？会做菜，会作诗，还满肚子鬼点子，这种人怎么可能简单？有人想我了。你小子倒来得巧。晚辈掐指一算，知道老太君要请我吃饭。你知不知道柳家送来的请帖？知道。那你还笑得出来？江宁诗会不是儿戏，到时各家才子都会在场。若你输了，苏小姐，你这是担心我？我只是怕你丢苏府的人。懂了，口是心非。你们俩越来越有意思了。对了，诗会有美女吗？你都被人点名挑衅了，还惦记这个？你脑子里除了女人还有别的吗？有啊，还有美食。我就不该指望你能正常说话。你又来干什么？看美女练剑。少贫嘴。青竹，其实你长得挺好看的。废话，本姑娘当然好看，就是脾气差了点儿。总比某些登徒子强。你觉得我会输？不会。这么相信我？因为你虽然不要脸，但不像没本事的人。青竹姑娘，原来你这么懂我。你别误会，我只是怕你输了后继续丢人。女人啊，就是嘴硬。哼，你剑歪了。你懂剑？不懂。那你胡说什么？但我懂看美女。你刚刚那一剑挥出去的时候，身子都偏了。林渊，你今天死定了！君子动口不动手，3日后还要去诗会，你别把苏府才子看没了。你先活过今天再说。太贤，今日府学教育陈夫子也来，醉月楼肯定坐满了。这点心不错，还有吗？你能不能有点紧张感？今天那么多人等着看你笑话。我为什么要紧张？他们要看笑话，可能要失望了。你就吹吧。青竹，你对我偏见太深。其实我这种人，天生就是用来震惊世界的。林公子，你这话也太敢说了。诗会还没开始，你倒先把自己夸完了。小姐，醉月楼到了。听说了吗？柳公子今天要当众揭穿那个林渊，一个厨子也敢冒充才子，那2首诗我才不信是他写的。苏小姐来了，不愧是江宁第一才女。这就是林渊，怎么看都不像读书人，倒像来逛庙会的。林公子，
今日可莫要让大家失望。放心，我一般只让姑娘失望。这人怎么这样？可他说话好有意思。诸位，请上3层，诗会马上开始。看见没有，主位那位就是府学校验陈夫子。今日这场诗会规格高得很。今日诸位齐聚，文宴不胜荣幸。不过诗会开始前，在下有一事想请教。前几日林公子2首诗名动江宁，可在下始终疑惑，你既有如此才华，为何此前从未听闻？而且林公子如今不过是苏府一厨子，这等身份，真能写出那样的诗作？确实奇怪，那2首诗太厉害，怎么可能是个厨子写的？刘公子，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谁规定厨子不能有文化？你这是职业歧视！职业歧视？这词儿听不懂，但听着不像好话。少胡言乱语！你若真有本事，不如现场作诗一首，也好让大家心服口服。现场作诗，是真是假，一看便知。都逼到这份上了，他怎么还喝得下去？作诗可以，不过若我做出来了呢？你想如何？你叫我一声爹。这人太损了，粗鄙！开个玩笑嘛，读书人别这么小气。你若真能现场做出好诗，我便当众向你赔罪。这还差不多。林公子看着雨了，他真的要当场作诗。水光潋滟晴方好，山色空蒙雨亦奇。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。好诗，绝世佳作。尤其最后一句“淡妆浓抹总相宜”，妙啊，太妙了！真是他现场做的。柳公子那几首诗跟这一比，根本没法看啊！他竟然真做出来了！每次以为看清他，他都能再让所有人闭嘴。唉，优秀的人果然总是容易遭人嫉妒。果然，这人正经不过3秒。好俊啊，而且还那么有才。听说他还会做菜呢，真的假的？我早说了，林公子最厉害。没办法，魅力太大，走到哪儿都容易引起姑娘骚动。你脸皮到底有多厚？你摸摸不就知道了？哎，青竹姐姐，冷静，这里人多。这位公子是醉月楼的花魁红袖姑娘，她怎么亲自出来了？公子好文采，小女子倾慕得很。今夜可否赏脸，与奴家饮一杯？江宁第一花魁主动邀约，这待遇谁顶得住啊？不行，苏小姐这是……她是苏府的人，今晚要回府。原来如此，看来是小女子唐突了。苏小姐，你刚刚那样子好像在吃醋。完了，她又开始作死了。你再说一遍。我说苏小姐刚刚……我操！苏清月，你谋杀亲夫啊！他刚刚说什么？亲夫？我的天，苏小姐的脸都红了。林渊，你这女人下脚太狠了，以后谁敢娶你？你若再胡说，我就再踩一次。我在醉月楼见过才子、富商、权贵，像林公子这样的，倒真是头一回见。林公子，看来苏小姐管得很严呢。红袖姑娘误会了，是吗？可刚刚苏小姐的样子倒像护食。红袖姑娘懂我，我刚刚也这么觉得。林公子，你少说2句吧，小姐真的生气了。唉，人长得太优秀，果然容易让姑娘争风吃醋。谁为你争风吃醋了？你看，你也急了。我现在算知道小姐为什么总想打你了。林渊，在。以后离那个红袖远点儿。苏小姐，你真吃醋了？我只是提醒你，醉月楼那种地方的人不简单。懂了，你是在担心我被别的女人骗走。林公子怎么每句话都能拐到那上面去啊？苏小姐，你不会真想独占我吧？我操！你怎么又打我？活该！周家的人还在大厅等着，茶都换了3碗了。小姐，您总算回来了。出什么事了？周家来人了，已经等了好一阵儿。周家？谁啊？江宁4大世家之一，而且周家和柳家关系极近。
懂了，柳家刚丢了脸，周家就来找场子。进去看看。苏小姐总算回来了。周公子深夜来访，有何贵干？也没什么，只是听闻苏府最近出了位大才子，想见识见识。你就是周家的人？周子轩，周家嫡子，名字不错，就是人差了点。我的祖宗，这可是周家嫡子啊！林公子，听说你今日在诗会上很威风。没办法，优秀的人总容易发光。希望你不是浪得虚名，否则丢的可是苏家的脸。周公子，这里是苏府，不是周家，你说话最好注意分寸。苏小姐现在都开始护短了，不错，有进步。苏小姐别误会，在下只是惜才。江宁忽然冒出这么一位人物，大家总要看看真假。你们这些人真麻烦，急得我就直说，非绕那么大圈。林公子，你未免太狂了。对，因为我有实力。好一个有实力，老身喜欢。既然林公子如此自信，不如半月后参加江宁文会如何？这文会很厉害。江宁文会是整个江南最有名的文会之一，到时不仅有江宁才子，连州府大人物都会到，而且每年文会都会评出江南第一才子。大型出风头现场，这个我熟啊。怎么不敢了？你们这些人怎么老喜欢逼我出风头呢？行，这文会小爷接了。这文会小爷接了。公子，那可是江宁文会，江南顶尖才子都去的地方啊。好，半月之后，希望林公子还能如此自信。林渊，这笔账我记下了。你疯了？那可是江宁文会，整个江南的才子都会到，周家摆明了要针对你。青竹，你对我还是缺乏了解。我只知道你不要脸。错，你知道的还太少。其实我除了英俊，还有满腹才华。好，年轻人就该有这股气势。面对周家，面对江宁文坛，他竟然一点都不怕。有钱人就是会享受啊，连鱼都比外面的胖。苏小姐，深夜来找我，是不是想我了？我只是来提醒你，文会不是儿戏。唉，你果然是在担心我。我没有。女人都这样，嘴上说没有，心里其实特别在意。你到底哪来的自信？面对周家、柳家，甚至整个江宁文坛，你似乎从不紧张。因为我知道，他们不如我。他不是狂妄，他是真的从没把那些才子放在眼里。你信我吗？信。哎呦，苏小姐终于开始无条件支持我了。我只是觉得你不像会做没把握事情的人。翻译一下，就是你觉得我特别厉害。原来苏小姐在这里。红袖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，林公子不欢迎奴家？红袖姑娘深夜来苏府，有事？奴家今日来是专门给林公子送请帖的。半月后的江宁文会，奴家也会去，到时还请林公子多多照顾。你也去？醉月楼本就是文会举办地之一，而且每年文会之后都会有诗魁宴，江南名士齐聚，很热闹呢。大型社交现场，好地方啊。苏小姐似乎不太高兴。我为何要不高兴？因为奴家来找林公子呀。红袖姑娘说笑了，林渊与我苏府有关，我只是担心他惹麻烦。只是这样吗？红袖姑娘这几句话真是刀刀见血。林公子，若哪天在苏府待不开心，可以来醉月楼找奴家，奴家一定好好招待你。不行，苏小姐为何不同意？她是苏府的人，可林公子又不是卖给苏府了。苏小姐，你是不是怕我被别的女人抢走？胡说！那你为什么一直不让别人接近我？你看看，红袖姑娘刚邀请我，你就急了。苏小姐若只是担心惹麻烦，何必连醉月楼的门都不让她进？林渊，你若再乱说，我就……什么？我好像真的有点在意她了。我只是觉得她来历不明，满嘴胡话，多留意几分罢了。苏小姐，你这表情可不像只是在留意。苏小姐，若她只是苏府的人，你何必如此紧张？红袖姑娘深夜来访，难道只是为了说这些？自然不是。林公子，半月后的江宁文会，除了诗词，还有琴艺、书画、策论。柳家与周家请了不少名士，这次怕是不会轻易让你过关。
香。你闻什么？我在判断这请帖有没有毒。行走江湖，安全第一。那公子可判断出来了。有毒。什么毒？美人香。林公子这张嘴真是讨人喜欢。无聊。苏小姐，你现在这个表情真的很想吃醋。别走啊！你走了，我一个人面对红袖姑娘，多危险啊！奴家很危险吗？当然，漂亮女人都危险。那苏小姐呢？她更危险。红袖姑娘顶多要我命，苏小姐还要踩我脚。林渊，你若再胡说，今晚就回柴房睡。苏小姐，你不能这样。我现在好歹也是苏府文坛面面，让我睡柴屋，传出去影响不好。你也知道影响不好，所以最好给我换个宽敞院子，最好离你近点，安全。若苏府不给，醉月楼倒有上等雅间。红袖姑娘，夜深了，你该回去了。苏府不留外客过夜。那我算内客吗？你算麻烦。懂了，甜蜜的麻烦。林公子，奴家今晚来还有一事相告。柳家和周家背后似乎还有人。还有人？最近醉月楼来了一位京城客人，身份不低。柳文燕和周子昂都私下见过他。至于谈了什么，奴家不清楚。京城客人，看来江宁文慧不只是文人斗诗了。你可知那人身份？只知道他姓秦，京城秦家，有可能。这个秦家很厉害。京城秦家是大前顶级门阀之一，朝中有人，军中也有人，不是江宁这些世家能比的。这么说，是大 boss 提前登场了？什么大 boss？没什么，就是很麻烦的意思。现在你还觉得文慧简单吗？不简单才有意思。他们想借文慧踩我，那我就借文慧踩回去。公子就不怕？怕什么？我一个光脚的，还能怕他们穿鞋的？再说，我身后不是还有苏小姐吗？谁在你身后自作多情？既然话已带到，奴家便不打扰了。林公子，文慧那日，奴家等你。放心，我这人从不让美人久等。苏小姐，你怎么又走？赏月。你不是回方向吗？我乐意。还说没吃醋。林渊，你最好离红袖远一点。醉月楼是江宁最大的消息场，他能知道这么多事，就说明他绝不简单。怎么，你也吃醋？开个玩笑，别动剑。你既然知道他不简单，为什么还跟他说笑？说笑不代表我傻。漂亮女人主动送消息，要么图人，要么图事。红袖姑娘不会平白无故帮我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当然是先睡觉，天大的事儿也得睡醒再说。我刚才真是高看你了。我现在是苏府的人，苏小姐不会让我吃亏的。小姐才懒得管你。那可不一定。小姐，红袖姑娘走了吗？小姐，你是不是不喜欢红袖姑娘？刚才她一跟林公子说话，你脸色就不好看。很明显，有一点。连你都看出来了，那林渊那个混蛋，岂不是早就看出来了？小姐，你是不是有点喜欢林公子呀？没有。哦，我只是觉得他来历不明，行事又古怪，所以多留意几分。你这是什么表情？没有没有，奴婢什么都没想。苏小姐，你是不是怕我被别的女人抢走？混蛋，谁怕了？谁啊？还让不让人活了？小姐叫你过去。又想我了？是老太君。老太君找我吃饭吗？你脑子里除了吃还有什么？还有姑娘。快点，老太君还等着。林渊，过来。老太君，一大早找我，不会是想给我说亲吧？你倒是想得美。看看桌上的信。急了啊！半月后的文会改到7日后，还是醉月楼，理由是京中贵客要看江南文气。你看出来了？
这不是明摆着吗？他们怕夜长梦多，想早点把我按死。那怎么办？既然他们这么急着挨打，我总不能不成全。好小子，有胆气。这一次，恐怕不是简单斗士。我知道，他们想踩的不是我，是苏家。柳家和周家只是刀，真正握刀的人是京城来的秦家人。若我在文会上出丑，苏家也跟着丢脸。到时他们再借题发挥，苏家在江宁的声望就会受损。不过我更好奇，他们为什么急着对苏家动手？看来苏家也有秘密啊。苏家最近确实遇到一件事，朝廷准备重修江南官仓，江宁几大家族都想拿下这笔生意。苏家原本最有希望，若苏家名声受损，柳家和周家就有机会。懂了，文人斗师只是表面，背后是生意。那就简单了，他们想让苏家丢脸，我就让苏家风光；他们想踩我，我就站到最高处。这一次若我赢了，有什么奖励？你想要什么？先欠着，等我想好再说。你又想打什么坏主意？青竹姑娘，人与人之间能不能多点信任？不能。若你真能在文会上赢，我答应你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都行，不能无礼。唉，那乐趣少了一半。行，成交。你去哪儿？准备文会，先去厨房弄点吃的，肚子饿了，哪有力气装？7日后的文会，怕是要热闹了。林公子来了，今日想吃什么？刘婶儿，你这个觉悟就很高。以前我是杂役，现在我是林公子，说明你很有识人之明。那当然，林公子现在可是咱们苏府的大才子，外面都传遍了，说您一首诗压得柳公子抬不起头。林公子，听说文会提前了，那可都是江南才子，你怕不怕？怕他们输得太惨，以后想不开。这话若被柳家听见，怕是又要气死。唉，我这人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诚实。林公子，你说这话不脸红吗？脸红那是你们小姑娘的事，我这种成熟男人，通常只让别人脸红。不要脸！小涛，你最近越来越像青竹了。哪里像？都喜欢骂我。小涛，你们苏府有书房吗？有啊，小姐的书房很大。走，去书房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准备文会。林公子，这里是小姐的书房，你可别乱动。你觉得我是那种乱动的人吗？像。你跟青竹学坏了。文字相近，制度相似，诗词却完全不同。这地方真不是我知道的任何朝代。怎么了？是不是这书有问题？问题很严重。你们大千文坛比我想的还菜。好大的口气！大前文坛在你眼中竟如此不堪？不是不堪，是还有很大进步空间。说的好像你能教整个大前读书人一样。也不是不行。你不是要准备文会，怎么准备？先看规则，文会比什么？有哪些环节？谁主持？评判标准是什么？柳家、周家会在哪儿设局？秦家那位京城贵客又想看什么？这些不清楚，只靠几首诗就想赢，太天真。文会分3场，第1场诗词，第2场书画，第3场策论。策论？今年官仓重修牵动江宁几大家族，最后一题多半围绕民生、粮政、仓储来出。果然，他们想借文会定名声。你若只在诗词上出风头，只能算才华；可若在策论上压过柳家、周家，苏家便能借势。所以这才是真正的重点。有没有旧账？旧仓为什么要修？粮食损耗多少？运输路线如何？木料、砖石、验收、拨款分别是谁负责？这些不查明白，所谓策论就是空谈。你懂政务？略懂。林公子，你好厉害啊！低调。其实我也不想这么优秀，但实力不允许。你若少说2句，确实挺像个人。青竹，我以为你每天追着我砍，多少有点爱恨交织。青竹，你需要什么？第一，官仓旧账；第2，江宁粮价近3年的变化；第3，
柳家、周家参与过哪些官府工程？第四，秦家那位贵客的身份。前面3样我能想办法，最后1样不好查。那就先查能查的。至于秦家那位，他既然来了江宁，就一定会露出马脚。你真有把握？苏小姐，你不是答应我，若我赢了，便许我一个条件。那我当然要赢。条件不能无理。你怎么老防着我？不是因为我不值得信任，是因为你太了解我。林公子，你翻这么快，真的看清了吗？周家永盛木行供木料，柳家通泰船队押粮船。每次官仓出事，他们都在账上。这些点连账房先生都没单独拎出来，你只看1遍就找到了？差不多了。第一，官仓年年修年年漏；第二，木料价钱不对；第三，每次出问题，周家和柳家都能拿到好处；第四，官府有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你的意思是，这官仓不是仓，是他们的钱袋子。那他们为什么还想争重修官仓？因为这是更大的钱袋子。木料、砖石、运输、监工、验收，每一环都能吃钱。10万两工程，5万两做完，剩下5万两大家分。这不是贪污吗？聪明，所以他们不是怕苏家抢生意，是怕苏家不按他们的玩法来。现在懂了吗？柳家、周家急着踩苏家，是因为苏家名声太好，这笔官仓重修就可能落到苏家手里。所以他们要先毁苏家的名声。文会只是第一步，我若输，苏家丢脸；我若赢得不够漂亮，他们还能借策论压你。可我若在策论上把官仓弊柄点出来，那就不是他们踩苏家，是我把他们架在火上烤。林渊，你以前到底是做什么的？以前啊，我是个很惨的人，每天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狗晚，挣的钱不多，受的气不少。很惨。最惨的是，还没有苏小姐这么漂亮的姑娘陪我说话。你果然不能正经太久。正经太久会累。小姐，夜深了，林公子也忙了一整天，要不要先回去？忙了一天，我觉得我应该加餐。你不是刚吃完吗？脑力劳动消耗大。你还有脑力？唉，你这是嫉妒我聪明。明日开始，我让福伯继续查秦家那位。不急，他既然来了江宁，肯定不会只躲着。文会之前，他一定会出手。你似乎很期待。当然，躲在暗处的人最麻烦，只要他出手，就会露出破绽。说的你好像很厉害一样。青卓，你现在很像一种女人，明明很佩服我，却死活不承认。苏小姐救命！你家护卫又要砍未来工程了。你不是很厉害吗？我厉害的是脑子，不是皮肉。小姐，醉月楼送来消息，那位京城秦公子明日要在醉月楼设宴，点名请小姐和林公子赴宴。你看，鱼自己咬钩了。你要去？有人请吃饭，为什么不去？这明显是鸿门宴。我知道，鸿门宴也是宴，不吃白不吃。再说了，我也想看看这位京城来的秦公子，到底是人还是鬼。今天醉月楼不对劲儿，咱们可别往前凑。排场不小啊。现在知道怕了。怕倒是不怕，就是可惜这么大的排场，居然不是来迎娶我的啊。苏小姐，你今天这么好看，是不是知道我要赴宴，特意打扮给我看的？你想多了。懂，女人越是精心打扮，越喜欢说自己随便穿穿。你再胡说，我就把你丢进河里。你这种动不动就想把男人丢河里的脾气，真的很影响嫁人。进去之后少说话，尤其不要乱调戏人。我什么时候乱调戏人了？要不要我从第一天开始给你数？那倒也不必。有钱人真会享受。你能不能别像没见过世面一样？我这是在收集素材，以后写自传用。那自传
段叫什么？一个英俊男人不得不说的传奇人生。安静。今晚月色不错。现在是傍晚，我提前欣赏。苏小姐，久闻江宁第一才女之名，今日得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秦公子过誉。这位便是最近名动江宁的林渊林公子。名动不敢当，也就是小范围震惊了一下。林公子倒是有趣，很多人都这么说，尤其是姑娘。林公子觉得这鱼如何？说真话还是假话？自然是真话。浪费了，鱼是好鱼，厨子也有功底，可惜火候老了半分，鱼肉散了。汤火太急，香味没进去，姜也放多了，压住了鱼鲜。今日秦公子设宴，不是请你来挑菜的，不是你们问我的吗？一个厨子，倒真把自己当回事了。别看不起厨子，人活一世，谁离得开吃饭？你3天不吃饭也得趴下。真得罪了厨子，往你碗里多放点盐，你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血压高。你又在说什么？今日请林公子来，是想亲眼看看能写出那几首诗的人究竟是什么人物。现在看到了，比我想的更轻浮。秦公子眼光不错，我确实轻浮。不过轻浮也分2种，一种是没本事还装，一种是有本事懒得装。我属于后者。7日后的江宁文会，我希望林公子能输。你若肯输，我给你1000两银子，再让你离开苏府去京城。只要愿意听话，我可以给你安排一个不错的前程。1000两银子，普通人家一辈子都未必见过这么多钱。林公子是聪明人，应该知道该如何选。一个是苏府厨子，天天被青竹追着砍；一个是京城前程，还有1000两银子。正常人都知道怎么选。林渊，不过很可惜，我这人不太正常。林公子的意思是：第一，钱太少；第二，你画的饼太假；第三，苏府有美女，我舍不得走。苏小姐，感动吗？没有。女人啊，真是绝情。拒绝我，未必是明智之举。江宁很大，但若有人想让一个人无路可走，也不是难事。翻译一下，是我不听话就要倒霉，威逼利诱，标准反派流程。什么反派？夸你们专业。你真以为凭几首诗就能在江宁站稳？你为什么这么想让我输？若只是柳家、周家争官仓生意，不值得你亲自下场。你要的不是我输，也不是苏家输，你是想借文会控制江宁文坛和官仓重修的名声。官仓是钱粮，钱粮背后是民心，民心背后是政绩。秦公子来江宁，不会只是游玩吧？你背后的人，是不是想借江宁官仓往朝堂上铺路？林公子，太聪明的人通常活不长。秦公子，你这是在威胁苏府的人。苏小姐误会了，我只是在提醒。我胆子小，一害怕就容易乱说话。万一7日后的文会上，我把今天这些事儿说出去，让大家知道秦公子为了官仓和朝堂政绩提前威逼利诱，那多不好。好，很好。7日后的文会会比我想象中更有趣。秦公子放心，我一定让你不虚此行。这肉也老了，醉月楼厨子水平不行啊。公子这么说，奴家可要伤心了。菜又不是你做的，可醉月桃是奴家的地方。原来红袖姑娘才是真老板。听说贵客到了，奴家自然要来看看。只是没想到，林公子的胆子比诗才还大。没办法，人在江湖飘，全靠胆子大。今日宴席到此为止，7日后文会上见。秦公子慢走，回去记得让厨房换个厨子。哼，你疯了！刚刚当面威胁秦家人，不是威胁，是友好交流。你刚刚说的那些是猜的？半猜半推，他的反应已经告诉我，我猜对了。林公子，这杯酒奴家敬你不怕死。那我不喝，我还想多活几年。放心，没毒。苏小姐，你觉得能喝吗？不能喝。林公子倒是听话，他是苏府的人。苏小姐这句话今日说的格外顺口呢。林渊，这江宁城怕是真要热闹了。那鱼是真可惜，
肉也不行，不过点心还凑合。你刚刚差点和秦家翻脸，现在还有心情想吃？人是铁，饭是钢，天大的事儿也不能影响吃饭。我看你是没心没肺。7日后的文会，你必须赢。这么相信我？不是相信，是没有退路了。放心，我不会让你输，毕竟你还欠我一个条件。秦公子，你最好别让我失望。小姐，今天如何？傅伯，你是不知道，今天这顿饭吃得我心痛。可是秦公子为难你们了。那倒不是，醉月楼那么好的鱼，居然做老了；那么好的肉，也烧得没滋没味儿，暴殄天物啊！福巴，别理他，他今晚把京城秦家的人得罪死了。秦家，京城秦家，这可不是小事儿。福伯，别紧张，人嘛，活着总会得罪几个人。林公子，那可是秦家，得罪他们和得罪寻常人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？无非就是家大业大，后台硬，脸皮厚，手段脏，这种人我见多了。行了，都早点休息，明日起准备文会。对，准备文会。你所谓的准备，不会又是先吃饭吧？星竹，你怎么越来越了解我了？谁？林公子，你怎么这么早？没办法，我这个人一旦肩负重任，就容易睡不着。林公子这是为了文会忧心？不是，我在想，醉月楼的菜为什么那么难吃？林公子，你真在这里啊？小姐让我来看看你有没有请。小姐说了，今日你必须去书房，不能在厨房偷懒。厨房怎么能叫偷懒？民以食为天，厨房才是天下根本。那你现在是在研究天下根本？对，我决定先从苏府厨房改革开始。什么改革？刘婶儿，苏府每日采买都从哪里进货？谁负责议价？账本有吗？肉菜多是城南集市，米面从王记粮铺，鱼虾从江边渔户送来，议价多是采买老黄，账本有是有。你问这些做什么？查账。厨房账最能看出一个家的底子，有没有被坑，有没有内鬼，有没有被外面拿捏。先看米面油盐。林公子，你是怀疑厨房有人贪银子？也不一定是贪，可能是供应商涨价以次充好，也可能是有人故意断货。7日后文会，秦家、柳家、周家未必只会在文会上动手。你是说，他们会对苏府下手？别把坏人想得太讲规矩。他们可以让苏府文会当天出不了门，可以让苏小姐身体不适，也可以从采买账里翻出不干净的东西。林公子，我们厨房可干净啊，我从没贪过1文钱。刘婶儿，我没说你，但你没贪，不代表别人不会借你的账做文章。苏家做生意，账上只要有一笔说不清，文会上就可能被人攻击。你就不能正经点儿？正经人查账时吃包子，聪明人查账时才吃包子，因为包子容易让人心情愉悦。王记粮铺，苏府米面从这家买了多久？价格一直这么高？7、8年了吧？高吗？王记一直说他们给的是上等米。同样精米，城南集市一时1两3钱，王记给苏府1两8钱，贵了5钱。上等不上等，煮出来才知道。小桃，取1碗王记的米，再让人去城南买1碗同价精米。好，我这就去。你还懂米？一个优秀男人的本事，往往超出你的想象。你要是不贫嘴，我可能真会觉得你厉害。那说明你已经觉得我厉害了。王记的米有问题，掺旧米，至少存了2年以上，看着白，是筛过擦过。什么？我们府里吃了这么久，我竟一点没看出来。真有成为，王记敢坑苏府？不是敢，是有人让他们敢。寻常粮铺没胆子长期坑做苏家，背后多半有人撑腰。太过分了！这些米我们府里吃了这么久。先别声张，继续查。若其他采买也有问题，就说明有人已经把手伸进苏府了。我去告诉小姐。去吧。这次
算你有点本事。小桃，你听见没有？青竹夸我了。青竹姐姐明明只说你有点本事，对她来说，这已经相当于表白了。查出什么了？苏小姐，你这样真好看。说正事。林渊，现在不是胡闹的时候。米有问题，油也有问题。王记粮铺掺旧米，李家油厂油价高出市价30%，账上写银双碳，厨房实际用普通杂碳。苏府买肉比市价高1倍。碳是前几个月开始换的，说是银双碳不够。小姐，我真不知道里面有这些门道。这不怪厨房，厨房只管做饭，采买和账房才是关键。采买老黄在哪？福伯已经去叫了。这些问题若被人拿出来攻击苏家，会怎样？他们会说苏府内部账目不清，在质疑苏家有没有资格参与官仓重秀。往狠了说，还能扣一个欺上瞒下、管理混乱的帽子。卑鄙！这才哪儿到哪儿。文人杀人靠的不是刀，是名声。名声一坏，你做什么都是错。你怎么会懂这些？我不是说了吗？以前很惨，惨的人通常比较懂人心险恶。你觉得该怎么处理？先抓人，再顺藤摸瓜，但不能闹大。文会之前，苏府不能自乱阵脚，所以这事要快，要稳，更要让对方不知道我们已经发现。小姐，您找小的。老黄，苏府采买一直是你负责，王记粮铺的米为什么比市价贵这么多？是小的，可王记给的是上等精米啊。上等旧米？你胡说！王记的米怎么可能有问题？你急什么？我还没说你收了王记好处呢。我没有，林公子不要血口喷人。看，他急了。王记米价虚高，李家油铺油价虚高，银双碳账货不符，肉铺价格翻倍。老黄，这几家铺子都是你谈的，你不会告诉我全是巧合吧？你不说也没事，查铺子东家，查他们最近和谁来往，再查你家里最近有没有多出银子，最多半日，该知道的都会知道。说，小姐饶命，是王记掌柜主动找的小人，他说只是多赚些银子，不会影响府里。小人一时糊涂，就收了他这些好处。只是王记。老黄，想清楚，现在说是贪，不说等查出来就是勾结外人害苏家，这2个罪轻重可不一样。不止王记，还有李家油坊和赵记肉铺，他们背后都和周家有关系。周家真把手伸进苏府，什么时候开始的？3个月前，官仓重修的消息刚传出来那阵子。有意思，看来他们布局挺早。把他带下去，先别声张。林渊，若今日不是你查出来，文会那日，他们可能真会拿这件而发难。所以我们得谢谢他们。谢他们？对，他们送了我们一个把柄。文会策论若谈官仓，我正好用苏府厨房做底子，从一府之账讲到一城之仓，从采买弊病讲到官仓弊病。你的意思是，把周家埋的陷阱变成文会上的证据？周家自己伸进来的手，就会变成我砍他们的刀。林渊，你到底还藏着多少东西？那可多了，比如我其实特别会疼媳妇儿。林渊，你给我站住！我只是实话实说，苏小姐都没反驳。林公子，你再说下去，青竹姐姐真要砍你了！混蛋！福伯，把这些账收好。7日后的文会，我要让周家自己开口认账。小姐，老黄收了外人的银子，米面油盐都动过手脚，账房这边也查出几笔问题。后院修缮木料高出市价2%，还有一回宴席菜肉价翻了1，每笔都不大，可刚好够外人拿去做文章。他们是想在文会上说苏家连小账都管不明白，没资格控官仓重修。我们苏家又没害他们，他们怎么能这样？你怎么还吃得下？不吃饭怎么有力气生气？再说了，这不是好事吗？好事？苏家都被人把手伸进来，你还说好事？敌人藏在暗处才麻烦，现在他伸手了，手还被我们抓住了，这当然是好事。你的意思是不急着处理？处理肯定要处理，
但不能只把人赶出去，那太便宜他们了。不赶出去，难道还留着？青竹，打蛇打7寸，可我们现在抓住的只是蛇尾巴，砍了尾巴，蛇只会缩回洞里。所以你想顺着这条线，逼周家露出更多东西？不愧是苏小姐，聪明，而且还漂亮。说正事。小姐不是不爱听，是林公子你夸的太不正经。小桃，你变了，你以前是站在我这边的，现在居然帮苏小姐说话，连小桃你都懂，你是真不要脸。我这叫关爱府中年轻姑娘心理成长。林渊，你打算怎么做？第一，老黄先关起来，不能放，也不能立刻打死。第二，让福伯继续查账，但别查太快，让外面以为苏府只发现一点小问题。老奴明白，账房那边我会放慢动静。第三，我要见王继良铺掌柜，老黄是苏府内鬼，王继掌柜才是外面那只手，抓住他就能摸到周家。我带人去把他抓来。不是抓，是请，客客气气请来，最好让他以为苏什么都不知道。用什么名义？就说苏府要为文会备宴，需要大批上等精米，这种送钱的机会，他不可能不来。然后呢？然后关门打狗。苏小姐亲自相瞧，真是让小人受宠若惊啊！王掌柜，这些年苏府米面都由你王继供应，劳烦能给苏府供米是小人的福气。我听闻你的米是江宁最好的，那是自然，小人的米都是江南上等稻田收来的，颗颗饱满，粒粒清香，江宁没几家比得上。哦，这么厉害？这位公子是苏府一个吃闲饭的。公子说笑了，没说笑。我这人平日最大的爱好就是吃饭，一听王掌柜家的米这么好，顿时来了兴趣。公子若喜欢，小人回头让人送2袋上等精米来。2袋怎么够？文会那日苏府要设宴，来往宾客不少，不如多买些。公子有眼光，小人保证送来的都是上等精米。公子放心，若有半粒陈米，小人把头割下来给公子当凳子坐。不过我嘴刁，吃不得差东西。王掌柜，你这人真讲究。我长这么大，第一次见有人主动送头给我做。王掌柜，你看看哪碗是你家的上等精米？这自然是左边这一碗。这米香放了很久，味儿不对。好眼力，左边正是王继送来的米。那你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你家的上等精米会让人一闻就皱眉？公子说笑了，这怎么可能？怕什么？你不是说半粒陈米都没有？这米可能是下面伙计弄错了。城南新米1担1两3钱，你王继卖给苏府1担1两8钱，多出5钱，拿旧米充新米，还卖得比新米贵。王掌柜，你这生意做得有点行啊。苏小姐，这一定是误会，小人对苏府忠心耿耿，绝不敢欺瞒啊。忠心耿耿。那你认识老黄吗？老黄？哪个老黄？王掌柜，你这演技不行，问米的时候还能装，问老黄的时候汗都下来了。这天气热。今天阴天，老黄已经招了。王继良铺、李家油坊、赵记肉铺背后都和周家有关系，你要不要补充一下？周家给了你多少银子？让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坑苏府？又打算在文会上怎么捅出来？苏小姐饶命，林公子饶命，都是周家逼我的，我也是没办法呀。刚才不是还忠心耿耿？周家说，若小人不照办，就让王继良铺在江宁开不下去。他们还说，只是抬点价、掺点旧米，不会出大事。文会呢？王掌柜，我耐心不太好，青竹姑娘脾气更不好。你看她那把剑，出鞘很快。我说，周家让我准备好账据，文会那日若苏家参与官仓策论，他们就安排人当众质疑苏家账目，再让我出面说苏府欺高价采买旧米，内部管理混乱。他们早就准备好了这把刀。很好，小人都说了，能不能放过小人？能，不过你得帮我做件事。什么事？你文会那日出面，你就出面，他们让你怎么说你就怎么说。不过等你说完周家叫你的话之后，再把今天真正的事情说出来。不行啊，林公子，这是让我当场反咬周家，周家不会放过我的。那你觉得苏家会放过你吗？账本、人证、物证都在。第一，送官；第二，文会配合我们，事后苏家保你离开江宁。只要你配合，我保你一家离开江宁。好，小人听小姐和林公子。这就对了。周家想用他捅苏家，结果这把刀现在落你手里了。林渊，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？也不算早，就是从看到那碗旧米开始。所以你之前一直装作只是查厨房账，不然呢？我总不能敲锣打鼓告诉周家我要坑他们吧？林公子，你好厉害！低调，这种小场面不值一提。夸你2句又开始了。青竹，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厉害？没有。唉，嘴硬，跟你家小姐一样。林渊，文会之后你想要什么条件？苏小姐，你真想知道？说。若我赢了文会，我要搬出柴房。可以。还有吗？我要单独院子，要离厨房近，这样吃饭方便。还有，院子最好也离你近一点。为什么？保护你。保护不一定靠武力，还可以靠美貌。我就知道你没正经话。苏小姐，你看他，我说实话他就砍我。混蛋！
周公子、刘公子，小人从苏府回来了。如何？苏府确实查账了，但只查到采买老黄。王继掌柜今日去了苏府，出来时神色如常，应该没有出事。苏清月果然还是太嫩。那林渊呢？听说一直在厨房忙着折腾吃食。哼，粗鄙之人，这种时候还想着吃。看来秦公子高看他，此人不过诗才好些，真论手段，终究上不得台面。文会那日，我一定要让他身败名裂。等王富贵当众出面，苏家必然难看。到时候再由秦公子点出官仓重修不能交给账目不清之人，苏家便彻底出局。那林渊呢？他若识相，文会之后自然滚出江宁；若不识相，江宁河里多沉一个人，也不是什么大事。回来了，尝尝。你还有心情做菜？周子轩和柳文燕在茶铺见了苏府眼线，他们以为王富贵没暴露，还打算文会那天让他出面咬苏家。还有呢？你脸色这么难看，应该不止这些。周子轩说，文会之后你若不识相，就让江宁河里多沉一个人。他们想杀你，正常。我这么优秀，他们不想杀我才奇怪。这时候你还贫嘴？别急，他们现在越狠，文会那天摔得越惨。可文会之后呢？他们若真动杀心，你怎么办？苏小姐，你这是担心我？是。放心，我不会死。毕竟我还没等到苏小姐喜欢我呢。林渊，你就不能正经一点？气氛太沉重了嘛，活跃一下。来，尝尝炸鱼，怎么样？尚可。唉，苏小姐，你这嘴啊，真是比青竹的剑还硬。你要不要试试我的剑硬不硬？不了，我这人不喜欢太主动的姑娘。青竹姐姐，厨房里还有油锅呢，林公子你别往灶边躲。文会越来越近，这已经不只是输赢了。小姐，秦家送信来了，说明日文会提前开场，还点名要林公子赴宴。柳家、周家和醉月楼都没有动静，安静的太反常了。秦家背后还有更大的线，拿江宁关仓康当敲门砖，这是想用银子和政绩去敲朝堂的门。林公子，什么敲门砖？总结的简单，但很准确。你每天都笑，真的一点都不怕吗？怕，被人盯着、算计，甚至惦记着命，怎么可能一点不怕？红袖送来的。秦公子今晚亥时秘密会见一名京城来客，地点是城南老码头。那人昨夜刚到江宁，住在城南私宅，姓名不详。看来秦公子背后的人坐不住了。你要去城南老码头，地形复杂，若秦家想杀你，你就是自投罗网。不行，太危险。苏小姐，你又担心我？是。不去，就不知道他们到底在谋什么。别人听见那些话，也未必分得清真假和真正目的。那也不能让你一个人去。当然不是一个人，青竹陪我，关键时候还能下狗。你再说一句，我先让你闭嘴。我也去。不行，太危险。你留在马车里，青竹跟我靠近码头，遇险立刻撤。你担心我？我是从大局考虑。我也是。青竹，你穿黑衣挺好看。现在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说这些？越危险越要放松，太紧张容易出错。事情办得如何？文会已经提前，苏家也入了局。只要文会上压住苏家，关仓重修就不会落到他们手里。我要的不是不会落到苏家手里，而是必须落到我们手里。那个姓林的小子呢？能收服吗？此人才思敏捷，已经察觉关仓背后的事。此人桀骜，不肯听命。既不能收，就不能留。文会之前让他闭嘴。此时动手，苏家必然怀疑。江宁每日死几个流民乞丐，有谁会查？一个来历不明的书生，死了便死了。文会只剩5日，我会安排。还有苏清月，让他病几日，错过文会即可。她毕竟是定远侯外甥女，又不是要她死。风寒、惊吓、水土不服，哪一种都能让她错过文会。殿下需要江南这笔政绩，关仓必须由我们的人来修。明日之前，先让那姓林的小子消失，文会那日再对苏家下手。谁在那里？有人偷听！住
追！真杀呀！少废话，走！留下！做梦！青竹，劈碎那个酒堂！你疯了！战术撤退！林公子，快上车！你受伤了？没事，只是破了点皮。苏小姐姐，你的手在抖，你真的很担心我啊？林渊，我现在没心情听你胡说。他们说了什么？他们要我在文会前消失，也要让你错过文会。秦家背后的人还提到了2个字。什么字？殿下。这已经不是几大家族争生意，是皇子借官仓立政绩。林渊，你今晚就离开江宁，我让福伯给你准备银子，别再掺和这件事。你这是要赶我走？我是想让你活着。我怕死，也喜欢偷懒，但我不喜欢被人追着打，更不喜欢别人当着我的面算计身边的人。他们不是想让我闭嘴吗？那我就偏要让整个江宁都听见我说话。这场文会，我不但要去，还要赢得他们抬不起头。好，我陪你。你这样很容易让我误会，你已经喜欢我了。你们2个差不多行了。谁干的？都被人追杀了，还敢说是小伤？老太君别激动，这不是说明我魅力大吗？连敌人都对我念念不忘。殿下，果然是京城那边的人。几位皇子都在争政绩，江南的官仓、漕运、盐道都是他们眼里的肥肉。祖母，那我们怎么办？小子，你现在怕不怕？怕，所以我决定多吃点，万一哪天真死了，也不算亏。混账东西！苏家不会让你一个人扛，从今晚起加强护卫。青竹，你寸步不离地跟着他。是。寸步不离？你敢多想，我就打断你的腿。你想要暧昧感？没有，我只是想缓和一下气氛。文会还剩5日，5日之后斗的不是师，而是生死。孤男寡女共处一夜，传出去对你名声不好。我在门外，那更不好，别人会说你对我情根深重。晚安。皇子秦家，官仓还有杀局，一支短剑就能要我的命。我确实很弱，可我不能退。这里已经像个家了，谁敢动苏清月和苏府的人，我就让谁付出代价。想让我闭嘴，那得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。公子，人跑了。废物！林渊，既然你非要找死，那本公子就成全你。文会之前，我要你死。今日府里加3倍人手，饭菜鲜宴，再送到林公子这里。青竹，这粥被你们这么一弄，我感觉它突然就不香了。有的吃就不错了。你不懂，吃饭讲究氛围。我一想到他先被别人试过，心里就有一种第一次入口被抢走的失落。爱吃不吃？吃，生命诚可贵，白粥价更高。林公子，小姐让我给你送来的。小姐还说今日你别乱跑。苏小姐送的，我就知道她心里有我。小姐只是怕你饿死，影响文会。青竹，有些女人越是否认，越说明她急了。味道不错，苏小姐亲自做的。怎么可能？小姐怎么会下厨？那太可惜了，我还以为能吃到苏小姐的爱心早餐。林渊，你再敢污小姐清名，我是真不客气了。青竹，你有没有发现你现在越来越像管家婆了？管我吃，管我睡，管我说话，还管我出门。我那是奉小姐之命保护你。懂，奉命管夫。哎，别，粥是无辜的。林公子，疼不疼啊？昨天都流血了，你别骗我。不疼，你们苏府的姑娘怎么一个个都这么容易心软？林公子，你以后别总冲在前面了。小姐昨晚一晚上都没睡好，我半夜送热茶，看见她还坐在窗边。她没睡？小姐一直看你房间这边，还问了好几次青竹姐姐你睡了没有。小桃，你别多想，小姐只是担心你死了，文会没人替苏家出头。青竹，你这话说的越来越像苏小姐了，嘴硬。林公子，小姐请你去书房。好，你真寸步不离。虽然你脾气不好，但有个漂亮姑娘贴身保护，我勉强还能接受。
再说一句，我让你接受不了。坐。你看什么？看你昨晚是不是想我想到没睡？喝点热的。昨晚没睡好，别硬撑，事情还没到最坏的时候。若这还不是最坏，那什么是最坏？最坏就是我真被杀了，然后你守寡。林渊，好了，说正事儿。今早有人送来的。哟，还挺直接。这是逼你出去。我已经让人查了，送信的是街上乞儿，被人给了几文钱，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不能去，你昨夜已经受伤，他们敢送这封信，就一定布好了杀局。你去了，就是送死。苏小姐，这可是点名请我，我要是不去，是不是显得我很没礼貌？我同意，小姐，不能去。你们是不是忘了一件事？他们让我去，我就一定要去吗？我又不是傻子。你不去，你居然这么听劝？不去，我一直是个理智的人，毕竟我还没娶媳妇儿，不能英年早逝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他们想用苏府威胁我出去，真正目标不一定是我，把我、青竹和护卫引去城西，再对苏府下手，或者对你下手。好狠！我今晚守在小姐身边。不，你要假装跟我去城西破庙。傅伯，找个身形像我的下人穿我衣服，再找个像青竹的护卫穿夜行衣。子时从后门离开，往城西去。引蛇出洞。他们想调虎离山，我们就让他们以为虎真的走了，真正的人在府里等他们。你怀疑府里还有内鬼？不是怀疑，是肯定。老黄只是采买，能动账，可要让刺客进府，必须有人熟悉府内路线。这个人还没揪出来。苏府还有周家的人？未必是周家，也可能是秦家，或早就埋下了钉子。今晚正好，看谁动，谁就是鬼。你有几成把握？7成，剩下3成，看我今晚会不会饿。林渊，今晚你留在我院子。苏小姐，这不太好吧？孤男寡女共处一院，夜深人静，万一传出去，我的清白怎么办？我现在就砍了你，保住你的清白。我的院子最容易被盯上，你既然要反埋伏，就在那里最合适，也方便保护你。苏小姐，你这样真容易让我误会。福伯说了，往城西走，别回头。后面有人跟上来了，继续走。苏小姐，紧张？没有，你不紧张？紧张，紧张才要吃。来了。散开，别惊动前院，人已经走了，小姐在里面，快点动手！动手！几位，来都来了，不打声招呼吗？你不是去城西了吗？你们让我去我就去，那我多没面子。中计了，拿下，一个都别放走！想走，先过我的剑！吃我一招天女散花！啊，我的眼睛！就你这水平还当内鬼，专业素质太差了。小姐小心！还不停，那就别怪我了。滚开！青竹，别动！林渊，你受伤了。苏小姐，你看，我又英雄救美了。这次是不是该以身相许了？你能不能闭嘴？你别哭啊，我这不是好好的。谁哭了？没哭，就是风大。小姐，是后院洒扫的刘三。小姐饶命！小姐饶命啊！谁指使你的？不知道。刘三，你想清楚再说。你能给刺客开门，说明对方许了你好处。可你现落在苏府手里，他们不会救你，说不定还会灭你口。说出来，你还有活路；不说，青竹姑娘脾气不好，你懂的。是周家管事长的小人，他说只要今晚把门打开，就给小人500两银子，还说林公子和青竹姑娘已经被引走，绝不会出事。周家管事叫什么？周贵，周子轩身边的人。很好，又多一把刀。文会那天让刘三也去。又反咬？不，王富贵是明刀，刘三是暗刀。明刀斩周家账目，暗刀斩周家杀局。你要在文会上把周家的局全掀了。他们想杀我，还想动你。我若只是躲过去，那也太便宜他们了。既然他们想玩，那就玩大一点。轻点，轻点，大夫，我这可是珍贵身体，弄坏了苏小姐会心疼的。不会。刚才谁眼睛红了？风大。房里哪来的风？
闭嘴！林公子只是皮肉伤，背上有淤青，肩头旧伤有些裂开，好好休养便是。苏小姐，听见没？好好休养。所以明天我能不能睡到中午？不行，文会还有5日，你要准备。女人真狠，刚心疼完我就开始压榨我。这几日你搬到我院子旁边的厢房。苏小姐，你终于承认离不开我了。方便保护，厢房。懂，贴身保护。先从厢房开始。你逃命都不忘带吃的。这是战略储备。林公子以后住这里就不用睡柴房了。等文会赢了，小姐还答应给你单独院子呢。不错，从柴房到厢房，这是人生的一大步。其实这里也挺好。你又打什么坏主意？是离小姐近吧？青竹，你终于懂我了。文会还有5日，周家的刀爆了，秦家的杀意也摆到明面上了。想杀我？行，那就看看最后谁死。听说了吗？林公子从柴房搬出来了，就住小姐院子旁边的厢房。林公子这是要飞黄腾达了。何止飞黄腾达，都搬到小姐旁边了，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。你们很闲。青竹姑娘，我们这就去干活。青竹，听见没有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他们都觉得我离成功不远了。你搬到这里是因为你有危险，小姐和老太君要保护你，不是小姐对你有什么想法。我懂，他只是不好意思承认。冷静，你现在是我的贴身护卫，砍死物中主不合规矩。我可以先砍半死。林公子，小姐让你喝药，府医开的，治伤的。这东西能喝？我怀疑这药想谋害我。这是小姐亲自吩咐熬的。早说嘛，这是爱的苦涩，这玩意儿比青竹的嘴还苦。你找死！还是小桃贴心。青竹，你不懂温柔，所以看什么都像调戏。要喝了。小姐，林公子喝完了。苏小姐，你是不是很关心我？府医说你若不好好养伤，文会可能撑不住。懂，关心我，但不好意思直说。其实我还有内伤，被你的冷漠伤到了。林渊，你再胡说一句试试。3名刺客招了，他们是城外黑水帮的人，接的活是杀林公子，惊吓小姐，让小姐病倒，错过文会。中间人没露面，但刘三和王富贵这条线都绕不开周家。周家这些年胆子越来越大了。老太君，是否现在就把这些证据送官？不急，吃个大亏不够，他们都想要我的命了，我怎么能只让他们吃个大亏？小子，你又有主意啦？贡慈先不动，刘三先不动，刺客更不能交出去。等文会那日人最多，当众揭发，周家想压都压不住。江宁名士、各大家族、府学教官、府中人，甚至秦公子都会在，你要让他们都做见证。可周家若察觉王富贵和刘三已经暴露，提前悔证呢？所以我们要送他们一份大礼，放出消息，就说刺客全逃了，苏府毫无线索。王富贵和刘三那边也传出话，一切正常。你笑成这样，肯定没好事。我一向善良，只是让周家高兴高兴。他们越放心，文会那天就越敢出手。他们只要出手，我们就当众反杀。那秦家呢？秦家昨夜失败后会更谨慎，文会前未必敢再动，但苏府防卫不能松，我也尽量不出门。你居然知道不出门？他意外的有道理。苏小姐，你变了，以前你只是嘴硬，现在还会跟青竹一起欺负我。活该，谁让你小子整日招惹他们？文会之前，苏家暗中接触这种小商号，告诉他们愿意提前站到苏家这边的，给机会，继续绑着周家的。文会后一并清算。这是分化周家与妹。周家强在关系网，先剪掉他的网，文会那边再砍他主干。小子，若你不是来历不女，老身都想让你直接进苏家账房了。账房有什么意思？我想进苏小姐心里。李渊，你站住！苏家果然没查到，刺客逃了，刘三只是偷懒被关。王富贵也说苏府只问了文会才买。那文会那日就按原计划。当然，王富贵当众出面，先质疑苏府账目，再引到官仓重修。苏清月解释清，苏家就没资格在这。那林渊呢？昨夜黑水帮不是失败了吗？文会上先毁他的名声，若文后他还活着，再让黑洞处理掉。昨夜是他运气好，下一次他不会再有这么好的命。秦公子已经动怒，秦公子那边怎么说？他说会那日若林渊干坏事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让他闭嘴。林渊抢我风头，还让清月对我越发冷淡。文会那天，我要让所有人看清楚，一个来历不明的厨子，永远比不上我。
苏小姐，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很像一家人？谁跟你是一家人？青竹，你现在像那种不满意姑爷的娘家丫鬟。文会还有3日，诗词、书画、策论，你准备的如何？诗词随便，书画问题不大，策论才是重头戏。你真有把握？能不能提前告诉我，你打算怎么写？不能，我要给你一个惊喜。你确定不是惊吓？小姐，林公子，周家那边有动静了，他们派人去了几家和苏家有往来的商号，像是在提前串联。柳家也放出风声，说文会那日要让江宁百姓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才学。他们还真自信。挺好，人越自信，摔得越响。还有一件事，醉月楼红袖姑娘送来消息，文会那日，秦公子请来了江南名儒顾先生。顾怀安，江南文坛泰斗，当年曾在国子监任教，江南许多读书人都以能得他一句点评为荣。也就是说，秦公子请他来是为了压场。不错，若顾先生在文会上否定你，你再有诗才也会被压下去。那可是江南文坛泰斗，你不怕？怕什么？真正的读书人不怕好文章。若他被秦家说动，灭着良心乱评，那我连他一起打。那可是顾先生。泰斗怎么了？泰斗若站歪了，也得挨骂。苏小姐，你这么看我，我会误会你爱上我的。你想多了。先生，江宁到了。秦家那小子说江宁出了个奇才，听说此人名叫林渊，会作诗，也会些歪门邪道。哼，歪门邪道，这话倒像是秦家人的口气。先生不信？信不信，文会那日自然知晓。只是这江宁风波，怕不只是文会那么简单呐。顾先生竟然真的来了，不是说他多年不问文坛之事了吗？秦公子好大的面子，居然能把顾先生请来，这次文会怕是要载入江宁文坛了。听说那个林渊也会去，就是苏府那个厨子。什么厨子？人家一首诗压得柳公子抬不起头，早不是普通厨子了。诗才再好又如何？顾先生一眼便知谁是真才，谁是抄诗卖弄。林渊若是浪得虚名，这次就会被打回原石。一个来历不明、曾被苏府当采花贼吊起来的人，凭什么压过江宁才子，还让苏家小姐和花魁另眼相看？文人相热，从来不是一句空话。如今顾先生来了，正好看看他还能风光多久。青竹，你从早到晚盯着我，我压力很大。你也会有压力。当然，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一直盯着我，万一日久生情怎么办？谁跟你日久生情？我可以避开伤口。冷静，我现在是伤员。林公子每天不逗青竹姐姐几句，像是浑身不舒服；青竹姐姐不追着砍他几次，也像是少了点什么。苏小姐，你今天这身衣裳不错，显腰。林渊，你再敢乱看，欣赏美也是罪吗？顾先生到了，已经住进醉月楼，外面都传疯了，说顾先生来江宁就是为了压你。哦，我应该哭吗？那可是顾怀安，江南文坛泰斗，他若在文会上说你不行，你之前的名声就全没了。人会别人一句话决定命运，是因为自己站得不够高。若我站在山顶，别人说什么，最多算山下的吵闹。你不怕顾先生偏向秦家？怕，但怕也没用。他若真是文坛泰斗，就该知道何为公道。若只是秦家请来的招牌，我就把招牌砸了。你真敢对顾先生这么说？文坛泰斗又不是皇帝，就算是皇帝，也不能指鹿为马吧？我就是打个比方。顾先生若真心考教你，你可以应对；但若他故意压你，不能太冲动。懂了，还是关心我。我是怕你乱说话，把自己害死。林公子，你要不要去醉月楼拜访顾先生？柳文燕和周子阳都去了，你若不去，会不会显得不懂礼数？不去，他若真是前辈，文会上自然能见。别人都去拜见，我偏不去，顾先生反而更容易记住我。你是故意的。人太多时，越往前凑越不值钱，站远一点反而显眼。你这脑子到底怎么长的？想研究？晚上来我房里，我给你慢慢看。苏小姐救命！你家护卫又谋杀文会功臣。如果有一天林渊不闹了，这个院子会不会冷清的让人不习惯？
顾先生，江宁年轻人听闻您到来，都十分激动，都是仰慕您的学问。仰慕学问，还是仰慕名声？听说江宁最近出了个年轻人，名叫林渊。此人会做几首诗，但来历不明，行事轻浮，言语粗鄙。学生担心他只是偶得佳句，借此沽名钓誉。他最初只是苏府厨子，骤然成名，确实让人怀疑。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这诗很好，不只是好，是极好。老夫年轻时也写不出这样的句子。等闲识得东风面，万紫千红总是春。胸中没有开阔气象，写不出这样的字子。若真是林渊所作，此人绝非简单的轻浮之辈。先生觉得他是真才，若诗是抄来的呢？老夫还没见过他，不能断言。但诗是真的好，若是抄来的，文会上自然能看出真假。你叫柳文彦，听说你是江宁第一才子，写首诗来看看。好诗，柳兄才思敏捷，确有江宁第一才子之风。犟气太重，辞藻尚可，但心气太窄，眼中只有佳人风月，胸中却无山河气貌，路走不远。先生，学生并非只会写艳词，那便在文会上写给老夫看。先生，林渊今日没有来，许是怠慢先生。未必，别人都来了，他不来，倒是有点意思。有人不来是无礼，有人不来是不愿屈服，二者不同。看来先生对林渊很感兴趣。老夫对好诗感兴趣，至于人，文会那日自然见分晓。顾先生夸林渊的诗极好，还说柳文言犟气太重，心气太窄。林渊本人根本没到场，顾先生却先夸了他，这下江宁文坛真要变天了。林渊，又是林渊，为什么到哪里都有他？顾先生当众否定我江宁第一才子的名声就成笑话了。他甚至不在场，影子却已经压在我头上。所以文会那日你必须赢回来，诗词赢不了，就让他在别的地方输。怎么赢？他有那些诗在，我拿什么赢？策论、账目、苏府丑闻，还有他的来历。一个没有户籍、没有家世、没有过往的人，突然出现在苏府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你的意思是，在文会上质疑林渊的身份，不止质疑苏府，还要质疑林渊本身。他若说不清来历，就算诗词再好，也不过是来历不明之人，甚至可以说他是敌国细作。他不倒下，你我都要被他踩下去。好，文会那日，我一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。顾先生夸了林公子的诗，还点评柳文言犟气太重。周家今日又联系了几个商号，柳家也在散布关于林公子的谣言。顾先生倒有点意思，柳家散布的是什么谣言？他们说林公子来历不明，突然出现在苏府，身份恐怕有问题。有人暗示林公子可能是敌国细作。太过分了，林公子怎么可能是细作？敌国细作4个字太重，轻则下狱审查，重则满门牵连。他们已经不是单纯的文正了。福伯，帮我弄一个简单的旧身份。江北桃乡来的落魄书生，父母双亡，路遇盗匪，文书丢失，醒来后记忆混乱。普通户籍不难，但要经得起查，需要时间。越复杂越容易露馅，假不假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们证明不了我是假的。他们只需要制造怀疑，不需要真正的证据。所以我们要让他们拿出证据，没有证据就是污蔑。若他们拿出伪证，伪造细作证据的罪名可比摊点绳子大多了。林公子的意思是引他们拿出伪证，再当众拆掉。对，周家、柳家既然敢放风，就说明他们可能已经准备了东西。我们不能只防，要让他们把东西拿出来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许离开苏府半步。苏小姐，你这是软禁我，保护到什么程度？比如今晚也住你院子旁边？你再说一句，我现在就让你搬回柴房。我觉得厢房挺好，宽敞、安全，还有苏小姐的关心。敌国细作，皇子势力，秦家杀机，周家伪证，文会只剩3日，这一局越来越凶险了。你的伤还没好，不能喝酒。没喝，就是闻闻。你在想什么？想家，很远，远到回不去。若你不想说，可以不说。苏小姐，你今天怎么这么温柔？我一直如此，
你若想被打，我也可以不温柔。还是熟悉的样子。苏清月，如果有一天我突然不见了，你会不会想我？你要走？我说如果。会，所以你最好别突然不见。好，那我尽量不走。不是尽量，是一定。你们两个再聊下去，天都亮了。青竹，你偷听，你破坏气氛。我是保护小姐，怕你破坏小姐清白。苏小姐，晚安。文会之前，先把那份伪证送进苏府。如果有一天我突然不见了，你会不会想我？他总是在笑，可昨夜的笑里，为什么藏着孤单和疲惫？小姐，你醒了吗？进来。林公子一大早就被青竹姐姐追着打，青竹姐姐问他伤口好点没有，他说好多了。就是我除了青竹兵的姑娘还能是谁？青竹姐就拔剑了。林公子一大早就被青竹姐姐追着打，青竹姐姐问他伤口好点没有，他说好多了。就是被某位冷冰冰的姑娘偷听心事，心里受了伤。青竹姐姐问他谁冷冰冰，他说除了青竹姑娘还能是谁？然后青竹姐姐就拔剑了。果然，这人只要睁眼，就没有一刻安分。小姐，其实林公子搬进院子后挺好的。哪里好？热闹。以前小姐总是一个人，很少笑。现在虽然常被林公子气，可您比以前开心多了。谁说我开心了？去看看他在做什么。小姐是想林公子啦？文会还有3日，我只是看他有没有偷懒。青竹，你别一直冷着脸，大早上的影响食欲。你食欲看起来很好，那是因为我心态好，换成别人被你这么盯着，早就吃不下去了。那你可以不吃。苏小姐，早啊！昨晚睡得好吗？尚可。那就好，我还怕你昨晚想我想的睡不着。林渊，你就不能正经一会儿？我这是关心苏小姐，怎么到你嘴里就不正经了？伤口还疼吗？好多了。府医说这几日不要乱动。那我可以不去书房吗？不可以。唉，你的关心不够彻底。你若想让文慧那晚输得很难看，也可以不去。那不行，我可以挨打喝苦药，被青竹追着砍，但不能丢脸。你还有脸？当然有，而且挺好看。今日不用看账，府学送来拜帖，下午想提前见你。提前见我？顾先生入城后，外面有人说你是真才，也有人说你抄诗，来历不明。府学先生怕文慧失控，想先问清楚。我看未必是好心。林公子，那你要去吗？去。你确定？为什么？他们想在文会上打我的来历，我就先自己把这个破绽补上。你想借府学先生提前立一个身份？我来历不明这件事藏不住，既然藏不住，不如自己说出来。江北逃难来的书生路遇盗匪，家人失散，文书丢失，受伤后记忆混乱。这不是你昨天说过的身份吗？对，但从我嘴里说出来，可信度不够。若府学先生先听过，再把这个说法传出去，就不一样了。他们会替你背书？未必会替我背书，但只要他们觉得解释勉强合理，文慧那天柳家周家再拿来攻击我，就没那么容易一击致命。若他们今天故意发难，正好让我试试刀。我陪你去。你也去？你现在是苏府的人，我去名正言顺。我也去。哎，青竹姑娘，你真是半步不离。防刺客？我看你是防我。你也知道，午后出发。你先把药喝了。苏小姐，如果我喝了，有什么奖励吗？喝完吃。药很苦，蜜饯很甜。你敢再说一句试试？苏府马车来了，哪个是林渊？就是那个写美人诗的厨子。今天几位先生要问的他露馅儿。这就是林渊，看着倒不像厨子。兄台有眼光。府学之地带剑入内，似乎不妥。先生见谅，晚辈最近人缘不太好，总有人想杀我，带个护卫比较安心。荒唐！江宁府学谁敢行凶？在府学自然没人敢，但来时路上就不好说了。林渊，今日请你来是想问问你的来历。有人说你诗才绝世，也有人说你身份不明。文会将近，若不提前说清，恐怕会生波澜。其实我记得也不多，我只记得自己是江北人，家中原本读过几本书，后来江北遭灾，家道败落，我随家人南下逃难，途中遇到盗匪，醒来时已经在江宁附近，身上的文书和钱都没了，很多事情也记不清楚。
再后来，我误闯苏府别院，被当成采花吊在树上。你说自己是江北人，可有证据？若我有证据，县志不会坐在我的来历，说不代表我就是坏人；文书丢失也不代表我是细作。若只凭一个人来历暂时不明，就能给人扣上敌国细作的帽子，那天下逃难之人、失己之民，岂不是人人该死？说的有理。晚辈不怕被查，也不怕被问，但怕被人无凭无据污蔑。文会是江宁文会，不是泼脏水大会。你既说自己家道败落，逃难至此，那些诗是从哪家儿来？穷和会写诗有别，寒门也能读书人，落魄也不代表胸无出没。若读书只看出身，那天下穷苦士子还读书。好，今日老夫便当场考你一考，以寒门读书为题，作诗一首。三更灯火五根鸡，正是男儿读书时。黑发不知勤学早，白首方悔读书迟。好一个黑发不知勤学早，白首方悔读书迟！此诗可挂于府学，警醒后辈。此诗当刻于府学东墙。老夫收回之前的话，你确有才学。林渊，这诗可有题名？劝学。好一个劝学！今日之后，老夫便命人将此诗刻于府学东墙，江宁学子皆当诵之。你若有这等才学，就该为天下寒门争一口气，不只是为苏家，也不只是为你自己。晚辈记下了。林公子，多谢你那句若读书只看出身，天下穷苦士子还读什么书？也多谢你的去学。谢我什么？诗写给你们，路还得你们自己走。你耳朵红了？胡说！嘴硬。苏小姐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刚才特别有魅力？走了，林渊，你站住！三更灯火五更鸡，正是男儿读书时。府学东墙都要刻上了，林渊不只是会写风月诗，从今天起，谁也不能只用出身否定我们。府学东墙，陈夫子竟要把他的诗刻在府学东墙？是，消息已经传遍江宁。该死，他居然提前破了来历之局。来历打不死他，就打苏家账目，再打官仓策论。若这些还压不住呢？文会之后，他不能活着离开江宁。林公子，外面都在传你的劝学，府学要刻墙啦！你知道多少读书人一辈子都没资格被刻在府学墙上吗？那说我确实优秀。今日做得很好，你先破了他们最想攻击的来历，也替寒门史子说了话。文会之上，至少会有寒门读诗人站在你这边。苏小姐，你这是在夸我？是。你耳朵又红了？闭嘴！原来你也会害羞。来历这一刀已经钝了，2日后从苏家账目和官仓策论下手。这一次绝不能再让他翻身。这诗说的就是我们这些苦读的人。文会那日，我去醉月楼外给林公子祝生时，世家子弟也不能一直压着我们。老太君，小姐，现在城东几个小书院都在抄林公子的劝学，还有寒门士子约好，文会那日去醉月楼外给林公子祝生时。府学陈夫子虽未明说，但态度已经明显，至少在林公子来历这件事上，府学不会轻易被柳家和周家牵着走。好，好啊！老身早说这小子不是一般人，你们还不信？我没说不信。青竹姑娘，你以前看我的眼神像看淫贼，现在也行。女人真记仇。林渊，你这次先破来历之局，做得好。都是老太君教的好。老甄叫你什么了？老太君教会我一个道理：人在苏府混，嘴甜有肉吃。混账东西，你这嘴啊，真是没救了。他那不是嘴，是祸根。青竹，你对我的嘴意见这么大，是不是因为没有亲自验证过？林渊，我今天一定割了你的舌头！老太君救命！青竹姑娘恼羞成怒，要谋害功臣。该，谁让你招惹他？青竹，回来。苏小姐，你这是要护肤吗？你再说一句，我让青竹继续。说正事。另外，周家这2日动作慢了些，应当是被劝学的事打乱了计划。慢了不是好事，他们若按原计划走，反倒好对付。现在计划被打乱，可能会临时加刀。他们最可能加哪一刀？来历这一刀变钝了，厨房账和苏府内鬼这2刀，他们以为还在自己手里，
策论官仓是主战场，若临时夹刀，多半会从女人身上下手。女人？也可能是红袖，她给我送过消息，在醉月楼门口邀过我，又几次和苏小姐针锋相对。有人要做文章，能说成2种东西。哪2种？第一，说我风流轻薄，沉迷花魁，不像正经读书人。这不是事实吗？青竹姑娘，我有沉迷吗？暂时没有。你这个暂时很伤人。第二，说红袖是醉月楼花魁，消息灵通，身份复杂。我若和她往来密切，再配合来历不明，就能继续往我身上泼脏水。细作，不错。文会那日，他们若说我和醉月楼暗中勾连，借红袖传递消息，再扣一个疑似细作的帽子，未必坐实，却足够把局搅浑。局一浑，顾先生陈夫子就算欣赏我的诗，也不好轻易替我站台。那要不要提前和红袖断开关系？来不及了，现在断反而显得心虚。再说红袖姑娘送过我们几次消息，这时候把她推开也不地道。你倒是挺讲义气。我对漂亮姑娘一向很讲义气，重点是漂亮吧？所以你准备怎么做？等红袖主动来。你怎么知道她会来？她那么聪明，不会想不到自己可能被当刀用。若她想自保，也想继续下注，文会之前一定会来苏府。那如果她不来呢？那就说明她已经被别人拿住了，到时候我们要更小心。小姐，林公子，醉月楼红袖姑娘来了。你小子还真算准了。没办法，优秀男人总是了解女人。是吗？当然，主要是了解人性。怂得真快。见过老太君，见过苏小姐。红袖姑娘今日来可是有事？有，林公子，奴家今日是来送一把刀。刀？这牌子上刻着黑字，难道是黑水帮？这是黑水帮内廷令牌，昨夜袭击苏府的那些人，便是黑水帮的人。雇佣记录。黑水帮做事通常不留真名，但他们会留暗账。这几张是有人买通黑水帮刺杀林公子的记录。上面可有周家的名字？没有周家名字，但有中间人的标记。这个中间人正是周子璇身边管事周贵常用的暗号。这比刺客口供更有用。若此物为真，周家就很难脱身了。红袖姑娘从哪里得来的？醉月楼吃的是消息饭。江宁城里很多人以为只有男人能做买卖，其实女人也能。红袖姑娘今日把这东西送来，就等于彻底得罪周家。奴家若不送来，周家也未必会放过奴家。看来你也猜到了。林公子说的是，他们会拿奴家做文章。聪明。红袖只是风尘女子，旁人若想用我污林公子的名声，再容易不过。他们只需说林公子与醉月楼花魁勾连，来历又不清楚，到时就算没有证据，也能让林公子陷入争议。所以奴家今日来，是想先把自己摘出来。摘出来，不是与林公子断绝往来，而是把我和林公子之间的关系先摆到明处。你想文会那日出面作证？奴家可以证明，给林公子传消息，是因为发现秦家、周家在醉月楼密谈，并非私相授受，更不是勾连。而这几张黑水帮暗账，可以作为奴家递消息的原因。红袖姑娘，你这把刀挺锋利啊。再锋利，也要看谁来用。苏小姐，你觉得呢？红袖姑娘愿意帮忙，苏家自然感谢。只是苏小姐不怕吗？怕什么？怕我与林公子走得太近。红袖姑娘想多了，林渊是苏府的人，苏家护他是应当的。原来只是苏府的人，你很高兴？没有，我只是觉得文会前大家多交流，有利于团结。你嘴角都快咧到耳朵了。青竹，你最近越来越喜欢观察我，很危险。林公子在苏府倒是真自在。还行，除了青竹姑娘总想砍我，其他都挺好。那是你该砍。林公子，文会那日，奴家会去。若有人拿醉月楼做文章，奴家会出面。你想清楚了？
这可能会把你卷得更深。从奴家第一次给公子送消息起，便已经卷进来了。更何况奴家也想看看林公子到底能把这江宁城搅成什么样子。那你可得睁大眼睛。奴家拭目以待。红袖姑娘，若文会之后周家报复你，苏家可以护你。多谢苏小姐。既然你愿意帮林渊，也算帮苏家。苏家不会让你一个人承担后果。苏小姐，奴家现在有些明白林公子为何更愿意留在苏府了。因为苏府饭好吃。你小子真是煞风景。我说的是实话，苏府厨房现在在我指导下，确实领先江宁同行不少。林公子，文会那日，若你赢了，奴家请你喝酒。好啊，当然得苏小姐同意。林公子还真听苏小姐的话，这叫尊重。清月，你刚才说要护红袖姑娘，是公心还是私心？自然是公心。老身还以为你是怕林渊担心红袖姑娘呢。老太君，其实我也这么觉得。你觉得什么？觉得苏小姐很大度，有正式风范。林渊，你闭嘴！我夸你呢，你还敢说？来历局已破，红袖又送来黑水帮暗账，周家和柳家的几处杀招，我们已经摸清。青竹姑娘，你再这样追我，外人真会误会的。误会你个鬼！你承认了？我杀了你！秦家、皇子、官仓、文会，所有东西都压在2日后的醉月楼。真正站在后面的秦家，还没有露出最后一张牌。苏小姐，我发现你们苏府有个很大的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暴力成风，再不刹住，以后苏府男人怎么活？比如我。你什么时候成苏府男人了？早晚的事儿。林渊，你的药是不是喝少了？我看你伤的还不够重。说正事儿，我刚刚只是缓和气氛。你每次快被打的时候，都说自己在缓和气氛。青竹，你越来越了解我了。可惜我们注定有缘无分。够了，文会越近，外面的杀局越紧，别再闹了。文会只剩2日，外面恐怕比我们想的还乱。福伯，说吧。小姐，老太君，秦公子那边有动静了。秦公子今日午后见了府衙通判许大人，许大人的人去了州府，周家又派人去了城南义庄。义庄？他们去那种地方做什么？义庄里停放无人认可的尸体。前几日，城外乱坟岗发现一具20岁上下的男尸，没有文书，也没人认领。有意思，他们终于要动最后一刀了。你猜到什么了？他们可能会说，真正的林渊已经死了，而我是冒名顶替的假货。这也太坏了！若他们伪造身份，再找人指认那具尸体才是真正的林渊，你就说不清了。何止说不清，他们再把我来历不明和红袖往来、失财突兀这些事串起来，就能当众说我是敌国细作，还能把苏家拖进去。说苏家窝藏细作，不错，这才是秦公子真正的刀。前面诗词压不住我，红袖那边又被我们提前破了，所以他们只能用死人。林渊，你有什么办法？福伯，查那具尸体的更多细节，再查最近谁去义堂认尸，尤其是周家、柳家和府衙的人。我已经派人查了，只是义庄现在有府衙的人守着，不容易靠近。我立刻再加派人手。再派人去醉月楼问红袖姑娘，城外那具无名男尸，她是否知道来历？福伯，照他说的办。林公子，他们会不会真的说你是假的呀？我本来也没说自己是真的。我醒来后很多事记不清，文书丢了，来历模糊。我从头到尾就没把自己包装成身份清楚的人。这不是更危险吗？未必，谎话说得越满，越容易被拆。他们想用尸体证明我是假冒林渊，就必须先证明我曾明确说过自己就是某个具体的林渊。而你没有说过自己有明确户籍，也没有说过父母姓名，更没有说过来自哪个村县。不愧是苏小姐，我们就是有默契。他们若抬出一具尸体，我就问他们，你们说的林渊是哪个林渊？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多了，要坐实，他们就得准备文书、证人和所谓旧识，抓伪证。对，他们若只是泼脏水，我就反打污蔑；他们若拿证据，
我们就查证据从哪来。伪造官府文书，勾结义庄买通证人，这刀会反割他们自己。你真是坏得很。谢谢夸奖。可文会那日人多口杂，若他们突然抬出尸体，场面必然失控。哪怕你最后能解释，也可能先被压住。所以不能等他们抬出来，我们要让义庄先乱起来。怎么乱？报官，但不向江宁府衙报，向更高一级报。巡按御史，江南巡按严正清这几日就在江宁附近，此人刚直有名，查过几起贪案。若消息送到他手里，他未必会不管。这不巧了吗？就送他一句话：江宁义庄有人欲借无名尸体伪造身份，构陷良民为细作。让严大人先盯上义庄，秦家和周家再想动尸体，就没那么容易了。最好让严大人别立刻动手，暗中盯着，谁去义庄，谁改文书，谁见证人，全都记下来。你想把他们一网打尽？别人都把死人拖出来了，我总得给点回应。严大人那边，我亲自写信。信可以你写，但不能由苏府的人直接送，目标太明显，被秦家发现，他们会立刻收手，甚至换招。那让谁送？林公子，我不行吧？不行，不是让他送到严大人手里，让他去城东府学，把信交给陈夫子，再由陈夫子转给严大人。借府学的手，府学刚认可你的劝学，陈夫子送信比苏府送更自然。就算被人发现，也只会以为府学关注寒门世子的清白。小桃，你就装作替我给陈夫子送谢礼，信藏在点心盒夹层里。小姐，奴婢可以的。林公子帮了苏府这么多，奴婢也想帮一点忙。小桃长大了，没笑你，我是真觉得你厉害。苏小姐，你这字不错，只是字不错，人更不错。你能不能别影响小姐写信？有我在旁边，苏小姐写字都会更有灵气。确实更容易写错。苏小姐，你也开始欺负我了。近墨者黑，跟你学的。那说明我教得好。为什么不让我去？你目标太明显，现在江宁都知道你苏小姐身边的人，也是保护我的人。你跟着小桃，反而引人注意。我让2个普通护卫远远跟着。可以，小桃，别怕，你只是去送点心，就像平时从厨房偷点心给我一样自然。林公子，你怎么知道我偷拿点心？小姐，奴婢以后不偷了。别啊，该偷还得偷，尤其是给我的。奴婢去了，小心。你也会紧张？当然，小桃第一次办这种事儿，我怕她害怕。能做好和会不害怕是两回事。你对身边人很好，包括你吗？我没说我，但我觉得包括。小姐，林公子送到了，可顺利？顺利。奴婢到了府学，把食盒交给陈夫子身边的书童。那书童很快出来，说陈夫子让奴婢转告一句话。什么话？陈夫子说，劝学之人不该被宵小污名，信他会送到。也就是说，陈夫子愿意帮忙？愿意，而且这句话很重。他说我是劝学人，就是认可我。府学认可了我，别人再说我是细作，打的就不是我一个人的。小桃做得很好，谢谢小姐，都是林公子安排的好。青竹姑娘，你是不是没被人夸过？其实很想要，但不好意思。哎，林渊，你再多说一句试试。林公子猜的没错，周家确实准备动那具尸体。今日下午，周贵带着一个老汉去了义庄。他们做了什么？那老汉声称认识死者，说死者名叫林渊，是江北逃难来的书生。他们还带了一份破损文书。他们真伪造身份？严大人那边呢？陈夫子已经把信送到，严大人派人暗中盯住义庄，周贵和那个老汉都被记下了。不过严大人暂时没动他们。好。这位严大人懂事，你小子说巡按御史懂事，还是注意些。那下一步怎么办？等，刀已经磨好了，周家准备在文会上抬出死人。严大人叮嘱义庄，洪秀给了黑水帮暗账，
王富贵和刘三也在我们手里，陈夫子又替我稳住府学，又等。接下来就等文会那天，他们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自己的棺材抬出来。林公子，你这话好吓人，那些人好像要倒霉了。不是好像，是一定。苏小姐，你是不是又觉得我特别阴？是有一点。苏小姐，你这样夸人，容易出事。出什么事？容易让我真心喜欢上你。那你最好先赢了文慧再说。好，那就赢给你看。